这个叉烧出来还有非常关键的步骤，就是必须要比较冷的空气里面去冷却它，因为它才达到一口化掉，真的好像吃雪糕一样那种感觉。处理的不好，吃起来叉烧是有点粘糖，所以那时候有个非常好的点子就是，我们有个冰箱，我就把那个风扇放在冰箱里面，把冰箱的冷空气吹出来。所以我做的时候，我蹲在那里吹了7、8分钟，就吹叉烧的，完成了那个冷却的步骤。我觉得这道菜就成了。明明早就可以炸好了，到现在是故意等的是吧？我刚刚要凉冻一下，因为要吹。非常好，非常好，谢谢荣叔，恭喜你入局了。谢谢，耶！有。哎呀，我手，哎，手啊，我手运动断了，手断了还能做出这么好的味道，哎呀，恭喜恭喜！今天这道叉烧在烧制的时候呢，火候会高一点，那这样就把它的油脂给逼出来了。所以它是脆的，然后香茅的味道呢也会解腻，它的香茅香水和这个香茅叉烧是一个很好的搭配，我觉得它不愧为大厨。大厨曹四全入局。因为大厨嘛，我们过来。总的来说都要捍卫我们大厨的荣耀嘛。我手虽然受伤了，单手我还是可以打，来吧。海天民间厨神争霸赛正式开始。2位选手求胜心切，似乎有点紧张，失误频频。不慌，海天厨神秘籍来了。新厨严选调味，烹饪道道封神。粵菜鮮味為雲，海天有機蠔油鮮露，一招定線不搶本味。闽菜風味平衡，海天不鹽生抽，鮮而不鹹，百搭好用。用海天，人人都能一味封神。搜索海天干饭节，更多封神同款菜等你打卡。只是大厨可能有一点点的 advantage， 就是，因为可能他们在餐厅真的做了很多次，本身他们功力深厚嘛。邓师傅一直气定神闲。邓师傅今年应该是70岁嘛。邓师傅拿手菜太多，我常常去啊。南星园到现在，你在他餐厅还是他做，还能看到他。因为现在的厨师技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我这点老手艺不值得来比赛，我只是说来展示一下我所学的本事。邓老师，他肯定是德高望重，在这个川菜界里面元老和泰斗级的这个人物。他就是非常的名门正统、师承清末民初的蓝光剑。成都最早的荣乐园就是蓝光剑创办的，他也是我师叔。我觉得邓师傅会走得很远。我2年前就买了他的那一本《炉火正旺》，我非常非常敬佩邓师傅。其实真的不简单，差不多70岁还是每天在厨房，因为一般这个年纪都去做顾问的。其实我满60岁的时候退了休，但是1年半后又重操旧业，因为我觉得厨房才是我最喜欢待在那个地方，因为我这辈子就干了这件事儿，就是做厨师。现在特别小朋友来得多，00后啊，他说邓师傅，我们好喜欢你，你是长命百岁嘛。我说如果我能做得动，我一定会做下去，没有退休的年限。邓师傅好，邓师傅，啊，好久没见了，好久没见了。你这个是用了明虾，那个海南的红脚虾，那个就是生的都可以吃的，这样好新鲜的。我们南轩园就现在都用了这种虾。这次我看你好像做的是1虾3吃，哎，我想传达的内容就是说，川菜它不是只有麻辣这个味道，它是百菜百味。这次我就用虾尾做个鱼香虾尾，虾中段做个咸鲜味的雪花虾酪，虾头里面的虾膏做个酸辣虾羹汤。
川菜要学好有点难，要花费很大的时间去学，味型很复杂。川菜里面有24种味型，鱼香味的调味是基本功，要用四川泡辣椒酱调配，增加发酵的香气，然后小甜小酸，姜葱蒜味突出，这个就是传统川菜鱼香味的标准要求。实际上，这个鱼香味儿就是最初做豆瓣鱼，那没有豆瓣鱼的时候，可以做茄子，可以做其他，这个鱼香这个味道就留下来了。川菜里边鱼香味是有2个做法，一个是热的鱼香，就是炒；一个是冷的鱼香，就是拌的，把煮好的虾尾冰镇后浇上鱼香汁，就是冷菜款的鱼香虾尾。雪花虾烙是取虾身中段，把虾肉敲碎成虾胶状，这是传统川菜里吃虾不见虾的技法。打虾胶哈，很多新手在处理虾胶，他会直接把虾肉剁碎。像邓师傅的这种专业程度，就是用刀背剁。这样子的虾身、虾肉呢，它的组织没有得到破坏，质感会更加弹牙。它这些都是手工菜嘛。现在很多成本问题都没有那么多人做，都用机器去打。现在机器都是比较先进的、好的，但是我觉得机器不行，要手动把虾筋和不干净的东西挑走，炒出来的那种雪花状才更自然。再加上火腿末，它就是咸鲜味的雪花虾烙。虾羹汤是我们传统川菜里的酸辣虾羹汤。就实现整个食材的物尽其用。这个就一虾三吃。一虾三吃。那我应该先吃清淡的。先吃这个。清淡的。这个就是凉了之后，再把鱼香酱淋在上面，就不炒它。对，不炒它，这个是冷鱼香。这榕树吃的也太香了。哦，酸辣汤的胡椒味重。就是我们酸辣汤过去都是不用红油辣椒的，都是靠胡椒味和姜的味道。但现在很多都把那个辣椒放进去，叫酸辣味了。哦，酸辣汤不放辣椒的。但其实最高级的川菜是不辣。我觉得，邓师傅，我觉得今天你这个表现啊，恭喜你入局了。好，我觉得能够真正把每家每户家常菜给做的不寻常。谢谢张总，谢谢张总。那我打扫卫生了。哦，好，可以了，可以。你看邓师傅这个过关了，又开始收拾灶台了。好厨师他就是这么训练出来的。邓华东入局。他这道菜一吃就知道是功夫菜。第一次吃冷鱼香，味道很高级，雪花虾烙吃起来跟豆花一样。那我觉得就2个字嘛，虾花，把虾做出花来。厉害！大家在上海去南星园可以尝尝邓师傅的青椒肉丝，真的很好吃。青椒肉丝，我估计挑不出毛病。已经有2个大厨入局了。兄弟啊，压力全给我们了啊！没有压力。第一季小厨阵营任你拿来冠军，但是今年我来了，我要扳回一局。大厨必胜。在第2期的时候，我希望是大厨拿冠军，因为谁都不想做背景板。我身为大厨啊，我一定会想办法把大厨这个阵营扳回来，尽全力来干。蔡世伟完工，我是蔡世伟，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在泰国开中餐厅。参加《一万封神》这个节目，很想表达的是海外中餐有一个我
我们在海外常常都会被别人说我们中餐是一个不入流的餐厅，就觉得鹅肝、松露这些东西才是最高级的。那时候心里就一直想着，中餐贵起来你是吃不起的。我的餐厅在泰国开了5年多，泰国明星是我的桌上宾，泰国的皇家也很多，他们泰国的10大富豪榜里面的人也常常出现在我的餐厅。我自己的厨艺特点就是胡思乱想。那这次呢，我选择了国外大家都熟悉的食材花椒来做，再用自己做的一个台式火锅麻辣锅底来炖。台式的麻辣火锅喜欢加中药材，它里面会有药材的回甘的味道。我把花椒呢跟麻辣汤呢抽真空，去低温慢煮，让它迅速入味。我的家乡吃麻辣火锅一定要配蒜苗，那我又用了西餐的模式做了一个蒜苗的沙巴庸，再搭配上熬煮的麻辣浓汤。吃麻辣有点辣时，你可以跟沙巴庸沾在一起，降低口腔的辣度。很软糯。他拿卫生纸顶在那么久，我真担心他是不是觉得难吃，要把我吐出来。你赶快宣布答案好不好？拜托，不要拖。谢谢师傅。你的结果是？老实讲，身经百战了。但是当菜要给这样子的来比赛评委的时候，好像回到小时候，也是紧张。结果是 Ruji， 口不干，谢谢。你的花椒焖的刚刚好，口感是超级好，我很想吃软的感觉，好吃。好的花椒口感不能太嫩，不能太硬。花椒没有那么多味道，但是花椒有香气的。如果酱汁太浓了，盖住本身花椒的香气也不可以的。菜系为加了一个绿色的大巴庸，混了麻辣的酱汁里面呢，这刚刚 balance 到本身可能有一点点太辣的感觉，一起吃了我觉得真的很好，真的很兴奋。我是 Vicky 评的 ，Vicky 是里面最会淘汰人的。蔡世伟入局。张大厨，不要紧张，他不会紧张。张龙讲大师。大家好，我叫张龙，我现在在南京 Niska 的任职行政总厨一职。我第一个目标就是我要做 Niska 的最年轻的行政总厨，这个我已经做到了。我们所有的甜品烧，冷的甜品呢，一定要冰过的那个烧汁。我在厨房里面，我最拿手的技能就是管理技能跟烹饪技能。那个酒店是我去筹备的，我筹备到现在7年了，4个餐厅2个酒廊全归我管，都是你在管。对。哦，拿了1星了哈，2家1星。恭喜！淮扬跟粤菜都1星。那粤菜也是你做的？对，都是你管了。对，都是我管。我做的是糟辣汤苕粉笋壳鱼，这道菜在我的餐厅销量很高，所有人来都要点一份。活鱼，对，活鱼。这就是放血了。对，可以去除腥味。那个鱼刚杀的，我让它把血走一走。对。笋壳吗？笋壳黄皮的。黄皮的它的肉质会更加的 Q 弹跟细腻啊。这笋壳鱼本身它的肉其实也没太多的味道，对，它细腻，所以说要搭配这种就是开胃的糟辣汤啊。对。这道菜的灵感来自于我家乡的糟辣鱼，但这种菜走出来的话，可能不是那么人喜欢，所以我就把它做了一个改良嘛，就是用贵州老家传统发酵糟辣椒煮了一个糟辣酱，然后用虾油煮了个虾汤，然后增加它的这种鲜度。更加的可口。你张龙特别轻松。笋壳鱼的话，首先去骨切片，然后再用最传统的低温烹调方式，将鱼浸到大概7成熟，捞出后撒上自制的辣椒粉，再油泼一下，然后去搭配苕粉。苕粉的话就是煎到它起泡，
让它完全吸收了这些汁水在里面。烧辣椒，想想都流口水。我选择这道菜，因为它代表我家乡特色的。我想告诉大家，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田峰老师好，郑龙大师你好。你好，田峰老师。这是糟辣汤苕粉笋壳鱼。哇哦！然后下面配到一个是苕粉，然后您吃的时候就打一点苕粉，一点那糟辣汤，然后给点这个麻辣果的小番茄一起。好的。因为贵州是2个酸，白酸跟红酸。红酸是番茄、小米、辣椒去发酵的，那个是偏咸。白酸它是乳酸菌发酵。然后鱼的话，油浸，就是油浸这个笋可以浸个7成熟，因为我考虑到可能我要等你，所以浸了个7成熟，然后再过来的时候，因为它还有余温，所以我们要控制它的时间。他往后退的时候，我有一点紧张。好，张龙大厨。因为我觉得我一定是要入局的，但是你的结果是，但是主动权是在评委手里啊。你的结果是入局。谢谢田峰老师，期待，谢谢，恭喜恭喜。张龙大厨把他的鱼油浸到7成熟，他说：“哇，我就是怕我要等你过来的时候，它还要熟。”他的鱼保留着非常嫩的一个火候，这种就是大厨有的经验。这小厨有点难了呀。酸汤味道调得很好，很正，入局。刘家伙烤肠呢是一个很鲜甜的感觉 ，Congratulations！ 谢谢，入局。这道是功夫菜，你抓的整个层次非常有趣，入局。谢谢你大厨，谢谢田峰老师，谢谢老师。大厨进了好几个了，紧张。小厨一直只有1个人晋级，出局了。挨麻了，出局。多谢你，多谢你。就要下厨，出局。当时就是每一个出局，我的心里都要，下一个不会到我吧。香味代言人出局，料理鼠王出局，帅小厨出局。我们一直听到有人出局，其实入局人比例是很小的。这个应该没问题吧？有麻六记的总监。我做川菜36年了，我在俏江南待了17年。我从2020年到麻六记，目前是麻六记集团的行政总厨。那个应该也没问题。鸡包，它是不是就是那个最近很红的顺德那个鸡包啊？对的。这段时间我的饭店很旺，让我差不多2个月了，一路都没有消息。那么好生意我做不了了，真的。所以我过来这次比赛上下心啊。都这么厉害，这总得入局了吧？老师好，都是鸡，对，4个味型，4个味型，对，我这套组合呢叫寻常下食，它有4个味型，一个是这个姜汁儿，一个是这个红油味儿，一个是这个椒麻味儿，还有一个是怪味儿。我看了很多比赛啊，我没有见到哪个选手，能在一次比赛他的作品能同时出现几种味型，我没见过，所以说我这次我说我要做一下，我要尝试一下。我们这个鸡师傅是什么鸡啊？是那个淮南的，我一下子给激动给忘了，我看了那个鸡，叫淮南，对，淮南那个鸡，对。这个是红油，
养了多少时间了？这鸡应该是在养的时间不长，可能在100多天，但还是不看的那种。这个呈现方式啊，意境很好。4个味型组合去拌一只鸡，也有创意，所以你的结局是，那这过吧，还挺厉害。你的结局是出局。谢谢啊，谢谢，不好意思，谢谢啊，谢谢老师。这个四川师傅对川菜的味型或者24味也好，多少也好，他比较追求，但是他可能对这只鸡本质没那么追求。你如果鸡不好，你再怎么调味，对我们这种吃货来说，你就过不了。这鸡是啥鸡啊？我们老家那些散养那些。散养土鸡啊，是杀好带过来是吧？不是呀，今天1点钟那时候才杀的。哦，那肯定好吃了。等下尝尝你的好味道。这个鸡包我肯定是想吃，我这天天刷我都好奇死了。我的餐厅做的是药膳鸡煲，里面呢有7种东西的，能够起到健脾祛湿、驱寒那些功效。再加上我们的鸡是240天以上、300天以下的草地鸡，本来那个鸡品质的比较好，不用放太多调料，就已经是很香的了。我自己吃出来，这个真的是散养的鸡，它是70多块钱1斤的净鸡，下午1点钟才杀的，所以它肉质的弹性、口感挺好的。师傅，我呢是觉得，我下次去那边还是会去吃，去你店里吃，所以我给的结果是。还是你出局。好。哦，你这个鸡汤得多好喝，能征服榕树啊，这太难了。不好意思，谢谢，感谢。哦，原材料好，但是坦白说，技术含量并不高，还是吃这个鸡的本身。天哪，全都没过，压力好大，太紧张了。到底还有哪个小厨能入局啊？他还在喝茶，还在讲爹啊。心情非常的平和，因为招牌菜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很能拿得出手的一个甜点，我很有信心。我要证明甜点师不是配角，我们也可以是主角。做甜品的，终于看到一个甜点师。其实甜点这个东西是好难搞的，甜点不像炒菜啊，你觉得不够咸，你加点儿。作为一个甜点师，对食材的点缀是很温柔的，一点点过了就是过了，不够也是不够，很关键的。我这次带来的这道菜，它叫回不去的早餐。那这个甜点其实整个创作背景是在 respect 我的家人。因为小时候他们经常，给我准备早餐，但是我小时候总是很顽皮，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冷了，然后一个塑料袋拿着就不想吃，就给别的同学吃。但现在大了，我爷爷他们也不在，不可能给我再准备这个早餐。我很想把这份情感变成一道甜点。他们经常给我准备的是油条、豆浆、白粥、橄榄菜、杂菜，就这样的一个早餐，我就尝试把它作为一道甜点。你在做什么呀？我在做一份早餐给你吃。哦，早餐 ，OK。我觉得这道甜点会是一个，我会认为是中国版的 tiramisu。哦。我用的是意大利的马斯卡彭奶酪，整个设计的风味呢会很克制。
用很少的水轻轻覆盖30克的糖，煮到118度，最后加黄豆粉去做了黄豆豆乳的一个奶酪，然后搭配咸煎饼，确保它达到一个最佳效果。早餐嘛，肯定是有白粥、油条。那油条我是觉得，不能这么中，还是有点西的融合，比较现代，我就用了西班牙油条，在它里面填的是白粥，搭配的是橄榄菜和杂菜的一个小小的一个 finger food。我是觉得有西班牙油条，那肯定要有我们广东油条啊，所以我又用豆浆做了一个冰淇淋，来搭配我们广东的油条，作为这道菜的最后一部分。你好，老师你好，好期待。这个小小的设计，需要提丰老师你自己打开，因为每次他们都是用塑料袋给我准备我的早餐，所以我也是把这个设计放回去里面。请介绍一下。我用的主题是黄豆的奶酪，去做了这个主体，搭配的是咸煎饼，去用咸去平衡它的甜。旁边用的一些黄豆荚是因为这个是他小时候长大的地方。另外，我又用西班牙油条和广东油条做了2种早餐搭配，我希望是一个中西融合。还要做早餐的味道和感觉。你这个是橄榄菜吗？对，我用了橄榄菜去 balance 它的一个甜味。然后底层是什么？就除了 churro 上面的是什么？我煮了个白粥白粥牛奶，然后做成一个慕斯。在我的世界里面，甜点不一定是甜的，它可以有很多风味表达。这个有咸也有甜吗？有冰淇淋，但是有粥的热。他直接上手吃了一口之后，想了一阵子，就皱了一下眉头，我就糟糕了。甜哭了，你的结果是录取，恭喜你！哦，它的甜点不能说是甜点，它其实是加了咸香在里面，有白粥，有脆的，也有粥的糯，还有点米香。所有东西都是反差的时候，那就是口腔里是一个盛宴了。甜哭了，入局。有人入局，有人出局，心态一下就紧张起来了。因为刚开始都太放松掉了，我这烧火都说了半天，我没听见比赛开始。我一直推那个烫，一直想着摆 pose 的。这个他是从大理来，也带了好多没见过的食材。好有意思，你看他的番茄堆成山了。哇，拿了这么多材料过来。对，就做个最简单的家常菜。最简单啊，这个。这个白的好像不多，看。对，这个白的有点少，就大部分我自己种，放的辣椒。你自己种的？对。我带了一些云南的草药，还有一些香料，还有我自己种的辣椒，特别是我种的那个黑辣椒，他们没见过。番茄没见过的就更多了，有酸的，有苦的，有甜的，有咸的。我就想着同样品种的东西去碰撞出不一样的味道。这烤一下是吧？对，这个不烤的话它会涩。今天呢，我做的一个云南10种番茄炖牛蹄筋，配一个黑松露炒饭，最普通的家常菜。其实我现在做菜的原因，就是一直在寻找那些即将消失的味道，然后用我喜欢的方式去呈现。因为很多的菜做不出小时候的味道了，但不是做法的问题，是因为种子变了，老的种子长得慢，产量低，慢慢被时代所遗忘。于是我开始走上了一条寻找老种子、老食材的遥远路途。我这次把大山的食材带出来，把记忆里的味道还给大家。差不多做好了吗？
那边做的也很特别，全是海藻。这是东海龙宫啊。我叫年少有为，我是02年的。我一直致力于寻找国内的一些小众食材进行调味。经常有客人跟我讲，哇，这是一个新的味道，那种惊喜是让我非常非常兴奋的。哇，你带的这个是什么呀？我今天进场后呢，见到了山叶小背篓，它背篓里的食材对我吸引蛮大的。植物身上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掘到的一些奇妙的一些点。我这一次带来的都是海里的植物，因为我本身就是海边长大的一个孩子，我还是会想去做出来大海海鲜的一个纯粹的一个味道。年少有为，你好。 Hello， 你好 Chef。Hello， 你好。我做了一个全部用海藻去组成的一个素食海八鲜。然后现在为您展示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3款不同的部分。第一道菜是用到了最嫩的海带苗，经过焯烫呢，会变成脆脆的口感，搭配上紫菜醋泥酱，再把贡菜放到里面，再给它卷起来。我想把它的那种脆感再一步放大。聪明。糟糕 ，Chef， 被你看到我的秘密武器了。然后最顶上呢，会有用海南糟粕醋进行调味，用分子料理的技法做成的一个海醋花冻，最后加上生蚝叶，生蚝叶结合汤底的腰果奶，会让素食也有油脂感的快感。第二道菜是一个海苔 taco 一样，在顶部会用到非常传统的一个水八鲜，去给它炒成了一个馅料，搭配上一点点白板昆布，底下的脆片是用2种不同的海苔叠加到一起的。中间会放上一些糯米纸，然后去给它风干。炸的时候呢，里面糯米米浆的 puff 感会进一步被放大。最后一道是酸、甜、辣3种不同口味的一个脆片。这种不同食材的一个层次的堆叠，就是想让客人感受到，哇，植物原来会有这么多的一个可玩性和可塑性。然后建议您可以先使用的呢是中间的这个白碗。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小 taco。然后最后的这个呢，是我3款不同口味的一个脆片。我认为其实荤食和素食的区别就是，你需要从素食里面找到荤食的饮食结构，它的脂肪、蛋白，还有它的鲜味，就可以很美味。年少有为是我觉得今天最整活的人，说实话，太刻意去创新、去突破，就是在赌博。年少有为，你的结果是？然后你先介绍一下呗。这道菜用到的食材都是我自己种植和在山中寻到的，就是把大上的食材搬上远方的餐桌来交朋友。那我先剩这个米饭。这个呢我是用老种子的米来做的，因为米会太硬，所以我就做成米线，切了菜干带过来先蒸，然后再炒。放了黑松露酱是吧？对，我用了高丽贡山松露，然后江边的火腿。你现在菌菇上来，你会用菌菇吗？用，我是有什么的时候就做什么，就今天山里面找到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是牛肉啊？牛蹄筋，蹄筋。可以这样吧？对，也可以拌着吃，也可以单独吃。然后有加咖喱吗？不加。胡椒放一点。胡椒都不放。胡椒没放。不放，就是韭菜根、罗勒、香柳，还有我们的小米辣。是因为我加了2种草，一种是我们那边市场上的羊皮草，另外一个是高丽贡山的野生砂仁，它们有特殊的味道。这正说明评委老师的味觉是很厉害的。山叶小贝螺，你的结果是？
入局，恭喜你！谢谢。现在云南的番茄不是说味道是最好，但是它把这么多品种的番茄熬成这么一个浓郁的、具有番茄味的汤汁来焖这个牛筋呢，我自己觉得是很好吃。年少有为，你的结果是入局，恭喜你。Thank you, sir. Thank you, sir. 年少有为，今天这么整活的一道菜，首先全素，而且很多的都是咸水里的植物，这个味型会容易相似的，但是它用不同的技法提鲜到植物不同的质地口感。光是一个海苔有几种脆度，有几种的味道，我觉得还挺聪明。年少有为，入局。这是骨髓吗？对，我的妈呀！在餐厅看到这么2根骨髓出来，就是有食欲了。这太香了，看着这大骨头。北方菜看着就是很横啊。在我们行业里面，说南方的厨师他们做菜会更精细一点。这次我们北方菜比第1季多了，而且老中青都有，想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北方菜。我感觉就是大菜系的不重要，人家因为可能热爱烧烤的烤串人更多呢，因为这个美味儿，这就完事了。哦呦呵，他烤的是太横了。锦州大哥那烧烤肯定好吃，我就看他那个烤和那个味儿啊，那种难吃不了。这卤煮吧，北京卤煮吧。Vicky 又有机会吃这个大肠了。可能是一个九转大肠。哦，九转大肠，对。我这不会有那个特别的那种味道。味道吗？对，我洗得很干净。他做的新疆大盘鸡很香，很诱人。他做的是黑抓饭，黑抓饭非常少有的。抓饭出锅了，哇，太香了，看着。对，这几个都挺想吃的，太饿了，这闻这个味儿。这些北方菜充满着烟火气，也让人食欲大涨。其实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我有一点特别不服，我觉得我们可以把东北菜做好。我们北方菜来了，挑战你们所有南方菜，加油！就我们有很多特色的食材，只是没有展现给大众而已。我是漂亮东北味儿，我这次准备一道拿手菜叫不一样的小鸡炖蘑菇。那小鸡炖蘑菇东北名菜，大伙儿都知道，但为什么说不一样呢？因为我的制作方式不太一样，我是把我们这个溜达鸡儿上面的肉片下来了，把蘑菇帽拿下来了，虾仁取出来，把它们做成肉馅儿，混在一起，塑形冷藏，定完形以后一炸，上面其实我还放了一点馒头粒儿，为了增加它的口感。然后用鸡骨头蘑菇根儿、土豆，大火煲它，浓缩成酱汁儿，就是完全你看不出来它是小鸡炖蘑菇，但一吃似曾相识的味道，完全可以淋漓尽致的呈现出来。但是从整个口感来说，那我自己个人更倾向于传统的小鸡炖蘑菇。漂亮东北味出局。养眼睛。对，这慢点，这会爆汁，这个一烤会爆汁。那好吃呀。这是特别软糯。第一个就是养眼睛嘛。不过霆锋挺能吃这些怪里怪气的。你们一次给我煮这么多，就可能这个先后会让某一些串的这个温度已经失去了，现在的脚劲儿有点硬，啥都能烤。不好意思，你的结果是出局，谢谢你。北方厨师，剩下的加油了。我是吉吉厨王，我师承中国烹饪大师傅云军先生。我今天做的菜是柚子黑醋酥皮实心海参。这道菜在我们餐厅是很经典的一道原创菜品，登到了各种的美食杂志。我这次来参加比赛的目标就是厨王。
我叫闪闪惹人爱。我工作的餐厅是长安汇原味陕菜，是全球陕菜唯一的黑珍珠餐厅。我从厨40年，我认为现在的陕菜有我一席之地。实际我参加这个比赛，我相信我能走到10之内。哎，你好，师傅。那时候，哎，好了。好了，您小心烫。好，我接是吧？对。好。哇，我准备的是糍花大豆芽草粉条，陕西的一款家常菜。粉条我用的是河阳的手工红薯粉，它的软滑筋弹，男女老少都喜欢的豆芽，用陕西大豆芽。实际豆芽在普通人不爱吃的时候，尤其大豆芽，人会感觉有腥味。腥味的原因就是没有经过干锅的焙烤。我实际是用焙烤的方式，这样子你可以看到豆芽上面有很多虎皮状，它带来的是豆香和我汤汁里面的清鲜。在最后我加了槐花，这个季节刚好槐花好，因为北方人喜欢厚重，陕西菜的特点本身就善用香料，所以槐花的鲜甜能和粉条形成口味的匹配。参加这个比赛，我就想让大家能知道陕菜的这博大和它的厚重。然后这是啥？这是糍花，糍花是油撇上来的煮完汤的这种油脂。这个是啥做的？你说？这是用的是牛骨髓。牛骨髓。您把那个牛骨拿出来看一下嘛。好。看着特别有食欲，那个牛骨，你看看。是这个。这是秦川牛大骨的骨髓，陕西秦川牛啊，中国5大之牛之首，基本秦川牛都在800斤以上，它的牛骨都在6到7斤，它的骨髓的厚度和重量足够支撑饱满的口感。首先，我加了花雕酒，把它蒸了，把它多余的水分和血水去掉了，我再开始进行加味。封锡纸焗烤，牛骨通过我的五香蒜汁浸泡、黑胡椒的熏制，加上焖烤，让它把骨头的奶香激发出来。好香啊！这个也不是常常见到的东西，挺有趣。见到那个大骨头，你就想吃，就对，就有那个食欲了。骨髓很肥很香，是一种邪恶的食材，但是它很聪明，因为它用清爽的芽菜去平衡，感觉吃到第一口就想第2口。这边是有小米，这是我们北方的小米，把小米做成了素鱼子，我们北方叫素鱼子。我的结果是，老师好。好了是吧？好了。我今天做的菜是柚子黑醋酥皮实心海参。这个菜呢，就是我用创新的一个烹饪手法吧，重新塑造了我们一个经典的食材海参。这个菜和传统的海参不同，我们选用青岛的一个活海参，它相比于传统海参，肉特别的厚，吃起来口感会很好。再一个就是做法很新颖，海参就是他们鲁菜一直在做嘛，传统做法有红烧、葱烧等一些，我们借鉴了老北京锅烧鸡的一个做法，先将海参先卤后入味，加入葱、姜汁，并用熬制的肉汤，保留它传统的葱烧底味，然后再去挂糊，然后炸至一个外酥内软糯的一个口感。
酱汁我们也用的不一样，我们用的是意大利的黑醋，加了柚子醋去调节黑醋的一个醇厚，然后整体摆盘呢借鉴了这个一盘一山水一菜一世界的一个东方美学。它是用黑醋做的，口感是中式的口感，味道可能是有点西式的味道。它这个一定很好吃。这外面是全部用天妇罗粉，还加了啥粉？就是天妇罗粉，我们自己调这个天妇罗粉，然后加了墨鱼汁，然后加了一点点红油，去总体的融合它一个外面的糊的一个口味。葱烧海参是鲁菜一道名菜，在传统里面，我们调这个汁里面会加很多糖，但是它用了意大利醋。意大利醋呢本来就很甜了，所以它不需要再加糖，所以整个汁调的味道可能有这种酸甜味，相对来说健康一点。海参也很有弹性，煨得刚刚好。好，恭喜你入局了，恭喜你入局了。哎呀，谢谢老师，谢谢谢谢。我觉得能够把传统的葱烧海参做这么一个新的呈现里面，我觉得不简单。积极除网入局。我觉得我的结果是，你入局了，你入局了。谢谢，谢谢。哦，闪闪惹人爱。入局，谢谢。哎，谢谢。这碗粉里面的第一口就吃的这个肉香味特别足，它这种创意能够把槐花牛骨髓做一碗面，这是在陕菜里面我好像见的不多，所以我特别想有个陕西菜的师傅走远一点，看他接下来怎么呈现。虽然不是比赛，但是还是感觉到现场压力感，对，激烈的感觉。那个小伙子那么闲吗？他是干嘛的？我看看啊，直播间面达人。啥意思啊？他本职是一个主播，跨界的选手，那个应该也是一个跨界的。对。飞天小辣椒，他是空乘。这儿还有一个，他副业是一个演员。哦，演员来的，这次来了不少跨界选手，感觉很专业，感觉太专业。今年的厨师都有自己的第二面，甚至更多的面，他能够表现的就会更丰富一些。我希望以我现在一个跨行业的身份告诉大家，其实你人生的 title 是你自己给的。你如果喜欢某一项，那你就可以成为他们一员。我是影视模主，我是一个米其林餐厅的 chef， 在纽约的 Daniel。我和 Vicky 老师也算是师出同门了。然后我第二个职业是影视演员，第三个职业是模特。这三个我都在齐聚发展着。我今天做的这道招牌菜叫做脆米莅鳞鱼烧。这道菜的灵感是来自于法国著名大师博古斯的那一道土豆片脆皮鱼，然后我把土豆片换成了大米的干脆片，就是我对真的莅鳞有一种不适感，如果换成大米的话，也会更加的打开对于食客的接受性。在煎完以后，鱼的表皮是非常酥脆，然后我用了2种酱汁，一种是非常传统的给牛扒作为辅助酱汁的经典酱汁，叫 beef stew。
另一种呢，就是我用的是新鲜的橙汁，加了一点点柠檬汁在里面，然后还加了 French cuisine 非常经典的这个 roux， 有甜度，有一些酸味道的。我觉得他作为跨界的，蛮专业的。后面那个女生她是不是在做蟹？那对里面。这个姑娘灶台也那么干净。我叫飞天小辣椒，我们家是川菜世家嘛，从小就跟着父亲啊、爷爷辈儿都在后厨，每天看他们做菜，然后就耳濡目染了。虽然我现在目前是一名空姐，但是我自己也开了4家店，不管是包抄手、荞面还是包包子，都要会，所以算是一名跨界的厨师吧。哇！我记得我去年第1季的时候，我就吃了非常难忘的一道香辣蟹。您吃过最难忘的那一道蟹是我外公做的。外公哦。我的外公老顽童，他去年带来了一道香辣蟹，火遍全网嘛。如果不是在比赛啊，我把这盘吃完。我不服呀！这一次我在外公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不做香辣蟹，做一道川味胡辣蟹。小火冷锅下油，加入蒜瓣和姜、干辣椒、青花椒、红花椒，大火就开始烧油，然后把辣椒的壳炒成四川话就是头一破颜色，就马上倒入蟹。这个时候你就发现那个锅就有那个锅气上来了。其实胡辣蟹就最怕会苦。就是要有糊香味，但是又不能糊了。就是有一个美好的区间值。把水分炒得差不多以后，收尾就是再来一勺藤椒油。一个空姐做一个胡辣蟹，反差感太大了，然后手又那么巧，都绝对高手。蟹好了。哇，好香！我挺不住了，一闻这个空气中的香味，我不行了。你好，请品尝，老师。我今天呢带来的一道菜叫“谢谢你的爱”，就是我研发的胡辣味型的蟹。大家现在提起胡辣，都想起贵州的胡辣比较出名嘛。我们川菜的胡辣也是24味当中比较出名的。我想让大家记住，川菜的胡辣也是非常好吃的。你觉得你的蟹跟老顽童的哪一个更出色？我觉得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的更出色。本以为老顽童已经够会说了，他更会聊。飞天小辣椒，你的结果是？请。好，可以介绍一下吗？我今天这道菜的名称叫做脆米粒淋烧，用的是大黄鱼，冰鲜过来的大黄鱼。这个鱼呢，其实概念很好啊。你做了一个脆米在上面，很脆。问题在第一口咬下去，我很想有一个很 juicy 的感觉，因为鱼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刚熟了就马上要吃。它不能 rest 太久。不能 rest， 不能 rest。你的结果是出局。谢谢这个。哎呦，可惜了。谢谢老师。飞天小辣椒，你的结果是你入局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飞天小辣椒入局。它的胡辣蟹的整个摆盘很直白的，很有火候，很有锅气的一道菜。麻辣香鲜咸，全部都是
就跟去年我吃老顽童的香辣蟹的时候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胡辣蟹就多了一个很厚重的咸香，是去年香辣蟹没有的。我觉得好吃。哈哈。好吃。胡辣蟹看着真香，我就想就着来一口。哎，戴维了，你这也是馋了啊？没人住吗？那一会儿录完，咱们找个地儿整一顿。好啊，长沙哪间胡辣蟹好吃的呀？我上美团找找，这上面的餐厅信息可全了，店里的招牌菜、口味、环境各种信息都能看到，去哪儿吃、吃啥，美团团购比我懂。能看到营业时间吗？不会关门吗？没问题，你看营业到凌晨2点，还不用排队。放心，咱肯定能吃上。那问问他们去不去？走。大家越战越勇啊！后面的比赛会越来越激烈。我做的是闽南传统的小吃厦门薄饼。这个菜的话，每家每户都会做，但是每家每户都说他家才是最好吃的。我也肯定会说，我做的肯定是最好吃的嘛。他在煸炒食材的时候，几乎是不用油，慢慢炖煮，让味道再吸到各种食材里面去，就是把民间的一个小吃，让它能够登上大雅之堂，这个也是一个水平。入局，恭喜你！喝酒！哇！又过了一个小厨，今年的小厨还是挺厉害的。这是一道很传统的法式田鸡，这道菜的精髓是用春卷皮卷住田鸡再去炸。奥妙就是卷的时候要确保春卷皮是一丝一丝的。来 ，forget it。这样吃里面有 cashew nut。它的腰果的肥腻体现了团鸡腿应该有的鲜味。你的结果是入局。谢谢，谢谢。我这次做的是琥珀糖醋酥炸花椒公，它是一个油炸的东西，它会有一点点腻，所以在顶上我配了一朵新鲜的茉莉花。没想到它可以把茉莉花在一个炸的花椒上面加了这么多的层次跟立体感，太棒了！入局。如果再有，我会拔出来。我做了一个味觉的小剧场，前菜刷新味蕾，主菜深度对话，最后是一个回归的味觉。彦斌，你看他这个菜都用了这个柑橘类的水果哈。哎，其实这种风味的菜怎么调味才是最难的哈。其实特殊一个风味对调料还是有很大要求的，需要一个比较合适一个调料，然后来引出它一个特点，但又不能压过它一个风味。这个就叫调味的艺术，对吧？就是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对。你看它用的是一个海天的一个薄音生抽，我觉得这个就很合适，既能保证菜一个鲜味，而且它的一个咸度又不会太强过它一个柑橘一个风味。明白了，确实这个是很聪明的选择。我觉得烹饪是一个起承转合的过程，单独拿一道菜出来，我觉得不足以表达我。像我自己，如果我做一首歌，就像一道菜，但是如果做一个完整的 set，是一个好的演唱会，对，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成功的演唱会。你的结果是入局 ，Thank you so much。哦，这小厨大厨打得有来有回的。这边这个女大厨，我很期待，她很厉害。之前我跟她共事过，她执行力很强。我是阿妹陈明媚，是2家餐厅的创始人跟行政总厨。我们餐厅蝉联了2024年跟2025年的米其林1星餐厅。我自己是美院油画系毕业的，我觉得艺术应该去跟某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当我把我做的器皿跟做的饭送给我的老师跟朋友吃，那个时候别人说哇，你做饭很好吃，你做的菜很漂亮，就那一刻的幸福感是你没有办法去言喻的。Hello Chef。Hello。你还记得我吗？妹。
你好，好久不见。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他说出来我的名字，那时候是很感动。8年前我参加了谢霆锋风味的比赛，但那时候的我只是一个小卡拉米，就止步在了第5名。其实前4名都有奖金的，就是第5名没有。这个路人乙我认识他，他是风味的总冠军。哦 ，Hello， 你怎么来了？我过来玩一下。好事好事。路人乙啊，他叫路人野，这也太低调了吧！毕竟他还是我们那一届的冠军嘛。我才5强，他像一个女杀手一样，很凌厉，就是我一定要干掉其他人的感觉。但是后来就没有听过他任何一个消息了。我是从另外的朋友打听到，就可能他在新加坡做一个私厨。他知道的蛮多的嘛，因为我的私厨是不宣传。我这一次比赛会做的这道菜，就是从我的私厨的菜单上面来的。豆腐乳去结合北海道的带子，做一个融合的搭配。我的这道菜是我们餐厅首创跟改良的一道红树林膏蟹烧宁德黄膏。我会熬一个复合的高汤，这样子鲜味是叠加的，吃进去是很有幸福感的。我对我的菜是很有信心的。我觉得比赛就是会残酷的。我个人觉得这一集应该是强者战，强者才能最后胜出，不是吗？神明妹大厨，你的结果是？哇，这太残酷了！时间还剩10分钟，还有好多没交卷的，这后面的得多乱呀！时间开始倒数计时的时候，压力上升得非常快。锅头酱刮到了。你好喜欢这个咖喱酱，这道菜我觉得很好，恭喜你入局，你入局。你这个是入局。现在入局的越来越多了，麻烦了，没名额了，马上就要踢人了。榕树还有很多人没有评审，我们上面的人都已经坐不住了。我一早就紧张了，不到最后你也不知道谁会留下来。评审们选择被替换的选手是。哇天哪！今年玩的这个太刺激了，我替换的人是。接下来将宣布本局比赛的隐藏入局规则。Hello， 大家好，我是主厨曲宇润，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快手家常菜——蚝油葱香鲍鱼。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我的好朋友有机蚝油鲜露。那我们就开始做吧。好，那清洗好的鲍鱼呢，我们用大火煮3分钟。这道菜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所以我习惯用海天的有机蚝油鲜露，它融合了蚝汁鲜和酱油鲜双重提鲜。这个挤瓶的设计我也很喜欢，挤着就能用。很好的能控制用量，把酱汁调一下，有机蚝油鲜露，然后再放入3勺左右的清水，最后再放一点点的白砂糖，最后再把调好的有机蚝油鲜露均匀的淋在上面。日常家用我就推荐大家能够试试有机蚝油鲜露。每周3、周4来腾讯视频看《一饭封神》第2季，12点 SVIP 更新 ，VIP 次日12点抢先看1周。每周5、12点 SVIP 惊喜加更，看更多正片未播精彩内容。每周6、12点 SVIP 更新会员专享衍生一饭小馆，畅聊正片幕后。每周日精彩衍生一饭家常菜，看大厨教你做家常菜，更有各种精彩花絮不定期放送，不定期惊喜直播等你解锁。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尝美味享优惠，封神餐厅订得到。本节目由让你顿顿都封神的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小象超市30分钟快送超市，感谢节目官方食材供应商小象超市赞助播出。一饭封神尝百味，一杯宫酪品匠心。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宫酪酸奶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Como 管家厨神到家。本节目由一句话就能轻松做好菜的 Como 全屋智能赞助播出。
一饭封神更懂美味，麦麸迪解码天性更懂犬猫。本节目由麦麸迪指定赞助播出。卫龙高鲜牛肝菌魔芋爽，鲜香爽。本节目由卫龙魔芋爽赞助播出。来一瓶万益蓝小蓝瓶益生菌，吃喝封神好搭子。本节目由万益蓝 Wonder Lab 指定赞助播出。一饭封神正版授权小游戏，加入一饭封神小厨神，秀人间烟火气。我认为能够体现一切中国特点的饭菜都是宝藏。中国太大了，地理环境、民族、气候有太多的不同，造成了千差万别。努力的品尝到更多的味道，这就是一个打开中国食物宝藏的一个过程。上微博进入一饭封神话题页，为你喜爱的厨师打 call。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话题讨论，获取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2二创大赛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2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关注新浪娱乐，精彩内容早知道。下载网易小蜜蜂，看更多年轻人的朋友圈。超1000万留学生都用有道词典 AI 同传。上知乎参与一饭封神2问题讨论，参与知乎剧综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上百度 APP 搜索百度娱乐 ，get 更多娱乐精彩独家内容。上百度搜索《一饭封神》第2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一饭封神》，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看新闻用 Za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住一生乐趣。西窗竹 APP 品味中国诗词之美，是有生命力的。而赛场就是检验这些创新最好的地方。一饭封神，它更像赛会制的比赛。哇，这是什么？这是要干什么？一个厨师在这个场地里，他都容不得半点差错。黄豆酱需要一个 OK 泵。喂，着火了！一点点失误，可能你就往前走不了了。不好意思，你的结果是出局。这个结果反而是我不能承受的结果。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你的结果是录取。哇！我觉得一饭封神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烹饪，让他们去想怎么用食物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就是对中国美食巨大的贡献。